特朗普一句话彻底引爆全球军工股。根据媒体报道，自今年以来，全球主要股市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欧股，而在欧股中上升最明显的当属军工股。今年1月份，特朗普在1月重返白宫之后，加大了对欧洲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提出北约成员国应当国防预算由 GDP 的2%增长到5%。另外，在过去的1个月内，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万斯敦促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美国防长对欧洲的强烈指责等一系列风波，使得欧洲政要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意识到，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导致欧洲不得不加强国防工业。与此同时，在本周的伦敦峰会上，欧洲各国决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其中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了一系列支持措施，明确包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同时，欧洲各国同意加强乌克兰防御能力，并承诺在和平协议达成后，帮助乌克兰建立长期的安全保障机制。另外，欧洲各国提高国防开支的计划也为欧洲军工股的暴涨提供了额外动力。其中，英国表示，到2027年，英国国防开支将提升到 2.5%， 而德国则表示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国防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欧洲主要军工股上演了2位数的暴涨。另外，有数据显示，德国莱茵金属的股价今年已经飙升了 80%。除了欧洲军工股以外，亚洲军工股同样出现暴涨。在特朗普宣布暂停援助乌克兰之后，日本重型机械制造商 IHI 公司的股价在本周增长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韩国现代乐铁公司股价同样暴涨 11%。美国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趁机加大袭击力度。美军实施火箭运输计划，1小时抵达全球各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法新社3月5日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话报道称，继颁布援助冻结令后，美国已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称此举是美国在逼迫乌克兰接受与俄罗斯和谈。只不过，关于美国暂停与乌克兰情报共享的细节，在不同报道中略有不同，有说是暂停了全部，也有说是暂停了部分情报共享。甚至英国《每日邮报》还报道称，美国还禁止英国与乌克兰分享美国情报，但无论是哪种，都将严重削弱乌克兰反击俄军的能力。在战争研究所3月5日的报道中，特朗普政府特别暂停了乌克兰用于早期预警系统的情报共享，称此举将损害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对军事和平民目标的持续攻击的能力。要知道，乌军曾利用共享情报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大范围打击，摧毁了大量物资，极大缓解了前线乌军的战争压力。如2024年9月17日至18日夜间，乌军袭击了特维尔州托罗佩茨附近的弹药仓库，直接摧毁了俄军2至3个月的弹药供应。又或是2024年9月20日至21日夜间，乌军又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卡梅内以北的吉霍列茨克兵工厂，当时该兵工厂至少装有2000吨弹药，给俄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外，乌军还利用共享情报，使用 ATACMS 和海马斯，针对打击了俄防空系统、指挥部等高价值目标，极大减少了俄罗斯空军对乌军前线阵地进行滑翔炸弹和导弹袭击的袭击频率，并进一步将战场推向俄罗斯的后方地区。因此，在美国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所有美国情报，尤其是暂停关于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后方的情报后，再加上美国暂停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这将对乌克兰后方地区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相对的，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可能趁此机会增加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力度。战争研究所3月5日援引克里姆林宫官员的话报道称，俄罗斯打算利用美国暂停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的机会，在战场上取得更多进展。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3月5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很可能会恢复，但俄罗斯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在地面上对乌克兰造成最大伤害。因此，俄军可能会利用此次机会，在乌东和乌南取得进一步进展，就像美国在2024年初暂停军事援助的情况一样，俄军想趁机彻底夺取乌东4州。此外，战争研究所还报道称，俄罗斯官员将继续利用商业措施向美国提出进一步要求，并推动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领土。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4日声称，俄罗斯对于美国公司合作持开放态度，包括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同时，他还暗示美国解除对俄制裁，称若美国继续制裁俄罗斯，那该如何与美国公司合作。
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俄罗斯非法吞并的乌克兰领土纳入未来可能的美俄经济合作协议，是俄罗斯胁迫美国在事实上承认这些领土是俄罗斯努力的一部分。他的言论则是为俄罗斯创造条件，要求美国在双方达成任何经济合作协议之前取消制裁。美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再加上切断情报共享，对乌克兰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不过，特朗普3月4日在美国国会表示，他收到了泽连斯基的亲笔信，他表示愿意就俄乌战争进行谈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3月5日也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称，暂停对乌军援和情报共享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说，美国将与乌克兰携手合作，且会让和平谈判继续进行，以使世界处于更好的局面。白宫安全顾问沃尔兹3月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另一次采访时表示，如果举行和平谈判，而且基辅采取未具体说明的建立信任措施，特朗普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见，正如法新社报道的一样，美国暂停与乌克兰情报共享，就是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乌克兰接受与俄罗斯和谈。据星球旗报报道，五角大楼正考虑在太平洋中的约翰斯顿环礁上设立2个着陆场，以便美国空军使用星舰这类大型商用火箭实现1小时抵达全球的货物运输计划。根据报道，早在2020年，美国军方就与 SpaceX 公司以及其他伙伴合作，研究通过火箭运送货物的方案。随后，五角大楼于2021年6月正式启动了全球货运计划。当时的代号为火箭货运先锋实验项目，对在非传统表面降落火箭设计能够快速装货卸货的火箭货舱和利用火箭货船空降货物等方面展开研究。按照五角大楼设想，一旦该计划能够实现，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后勤补给格局。而此次在约翰斯顿环礁修建着陆场，其目的就是服务于美军的全球快速货物运输计划。约翰斯顿环礁位于夏威夷西南约700海里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核实验导弹防御以及反卫星武器实验的中心。从1958年到1975年，美国在该地附近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其中最出名的一次是在1962年7月进行的海星1号太空核实验。当时美军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中引爆了一枚14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这是人类在外太空进行的最大核实验。随后到了2003年，美国陆军陆续拆除了岛上的相关设施，基本上已放弃了该地，仅保留了一条约2700米的大型跑道。然而近年来，五角大楼不仅提议过要将该地作为美军太平洋机场全面升级项目的一部分，以充当爆发太平洋冲突时的应急机场，如今更是要在这里建立火箭着陆场，可见此地的特殊地位。预计在着陆场建设完成后，美军每年能够进行多达10次的载入飞行器着陆测试，如果进展够快的话，相关测试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开始，而测试的对象正是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星舰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大、运力最强的火箭，可携带的有效载荷高达150吨，最大时速2.7万公里。且具备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特性，能够极大降低使用成本。同时，它的第2级星舰飞船能垂直着陆，使其适用于更广泛的着陆点。而且 ，SpaceX 公司还设想过用星舰来执行全球范围的快速人员运输，实现地球1小时交通圈。凭借着这些特性，美国空军于2022年初和 SpaceX 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价值1.02亿美元的合同，将从星舰计划中收集相关的飞行数据，以测试使用火箭运输货物，甚至是快速部署士兵的可行性。然而，以当前情况来看，星舰计划的整体进度似乎有点滞后。据 SpaceX 公司声明，星舰的第8次试飞原定于3月3日17时45分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基地发射升空，但在发射倒计时40秒时，由于火箭系统核心出现未确认的问题，取消了当天的发射任务。此外，在先前的1月16日，星舰执行第7次试飞时，第2级星舰飞船在上升期间突然解体。调查结果显示，可能是飞船在飞行过程中其振动强度远高于预期，导致推进系统设备无法承受，最终引发燃料泄漏并爆炸。因此，综合以上因素，除星舰外，美国空军也在与美国火箭实验室公司讨论利用火箭在全球运输货物的可能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美国还将对乌采取哪些措施逼其和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